我偷窃大米只不过是为了让家里3个孩子能够吃饱。在今年2月份，日本福冈县一位名叫山田和夫的失业男子，因为偷窃超市10公斤大米而被捕。在法庭上，他向着众人哽咽道：“这并不奇怪。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大米价格已经连续16周保持上涨。2025年4月，日本许多超市里5公斤装的大米价格已经涨到了4220日元。”折合人民币214元。在高昂的价格刺激下，日本茨城县和千叶县发生了12起大米被盗的案子，并且其中一些罪犯并不是为了倒卖大米到黑市牟利，而是为了自己填饱肚子而作案，这让人感到疑惑。一向大米自给率不错的日本，为什么现在吃不上米饭？回顾历史，在日本，大米不仅是日常不可或缺的主食，更是日本大和民族情感上的寄托。早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人对于精米的喜爱就已经到了一种偏执魔怔的地步。就拿日本军队来说，在那个时候，日本军队为了提振士气，以精米作为主要的口粮来吸引日本男子前去当兵。要知道，精米在加工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维生素 B1， 而参军的日本士兵又狂热单一的喜欢吃大米，其他什么都不吃，以至于他们普遍缺乏维生素，结果引起了严重的脚气病，不仅双腿浮肿，连走路都成了一个问题。据日本官方史料记载，仅1894年到1895年间，日军超过4000名士兵因此而病倒。即便如此，这些日本士兵还是不愿放弃自己吃精米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大米就是精神上的依靠，也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忠的最大动力。这种执着让人有点感动的同时，又透着几分愚蠢的悲壮。时光流转，日本早已从一个穷国变成了如今的资本主义富国，但日本人对于大米的喜欢始终没有消退。就拿日本家喻户晓的大米仙人田中一郎来说，作为一位日本农民，因为一直精心守护日本传统的水稻品种，田中一郎被日本社会尊称为大米仙人。田中一郎不仅精通大米的种植技术，还自掏腰包推广已经被日本市场广泛淘汰的古老稻种。面对媒体的镜头，这位老人热泪盈眶，真情流露道：“大米是日本的灵魂，丢了它，我们就没了国家的根基。”他的故事感动了许多日本人，甚至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大米热。不得不说，这种把大米神圣化的文化认同，让大米在日本地位崇高。然而，当大米价格飞涨，日本经济发展又严重受阻的时候，这份热爱也变成了每一个日本人肩上沉重的负担。不像有着菜篮子工程、米篮子工程竭力控制大米价格的东方大国，日本作为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日本政府和民众都对大米价格的飙升无能为力。据经济学原理，涨价无非就是供小于求，而日本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道理来说，应该有能力压低大米这种民生物资的价格才对。但事与愿违，日本农协的存在让日本政府压低米价的愿望成为了幻想。作为日本农业的大管家，日本农协牢牢掌控着大米的产销命脉，继而牢牢地控制了日本大米的供给，拥有日本大米的定价权。那为什么日本农协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可以掌控所有日本人的饭碗？答案很简单，日本农协是日本政治组织里的巨无霸，在日本拥有1026万会员，几乎覆盖所有在册农民，并且日本农协旗下还拥有存款量超过100万亿日元的巨型银行，有着强大的金融话语权。除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日本农协还有不俗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通过农村在日本选举中的投票，控制了日本国会30%的议会席位。不缺人，不差钱，还有权。靠着自身巨大的影响力，日本农协拥有了集中收购和销售大米的权利。这虽然保障了日本农民的高收入，但也让日本的市场失去了灵活性。做过中间商或者二道贩子的人都清楚，要想获取最大利润，唯一的方法就是两头吃。日本农协也是这么干的。2024年秋季，日本北海道一位名叫佐藤健二的稻农就曾向日本广播协会抱怨，农协两头吃，一方面又压低收购价，让我们种田的赚不到钱，然后又把市场价抬高，让消费者也买不起大米。据日本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初，日本农协管理的优质大米批发价已从每公斤300日元涨到了450日元，涨幅高达50%。除了农协操控外，日本政府推行的减反政策也是让日本米价飞速上涨的元凶之一。所谓减反政策，就是用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农民降低水稻的种植面积，减少日本大米的市场供给，进而防止谷贱伤农。这个想法不得不说是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可是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比如2024年，由于气候不正常，日本水稻的产量本来就已经减少了很多，但日本的减反政策却没有及时做出调整，结果造成了日本市场大米供应的短缺状况。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
日本全国大米的库存降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仅只剩下150万吨。因为供不应求，日本大米的价格自然而然就飞速上涨。看到这里，也许你想问，既然日本国内的大米紧缺，那为什么不从国外大量进口大米呢？要知道，中国的东三省还有泰国、越南等地方大米产量常年过剩，正愁找不到销路的。如果日本人肯收购，又可以让日本人吃到廉价的大米饭，又可以让当地农民赚到钱，何乐而不为？但很遗憾，日本早就给进口大米加上了778%的超高额关税。因为进口大量的大米会伤害到日本农协及日本农民的利益，在日本农协的要挟下，日本直接从政治上卡死大量进口他国大米的可能，就连日本的父亲美国也拗不过。2024年，美国曾提议在新一轮贸易谈判里降低日本大米的关税，但直接遭到了日本农协跟农民团体的强烈反对，这就导致日本大米国内市场缺乏竞争，价格居高不下。另外来说，日美经济关系的紧张也加剧了这一局面。2025年初，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突破了160，由于日元的贬值，日本进口大米的成本激增，即使日本能说服农协放开市场，其成本也让日本政府望而却步。所以无论是从大米的供求关系出发，还是从日本农协跟日本政府的政策博弈来说，大米都已经成了日本的烫手山芋。丰收时，日本农民苦于大米卖不出一个好价钱，而欠收时，日本的消费者却吃不起大米，被迫去犯罪去盗窃。日本人本爱米如命，可这爱为何如此昂贵？日本大米价格的快速上涨，首当其冲的是日本的学校。2025年3月，东京都立樱花小学因为米价飞涨，决定将每周米饭供应从5天减少至3天，其余的时间改为供应面包。校长山本美惠表示，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米价涨得太快了，去年一袋5公斤装的大米才2000日元，现在涨到了3500日元，学校的预算已严重超支。这一变化让日本学生家长议论纷纷，有人担忧起孩子的营养，也有人感叹到日本传统大米饮食的逝去。日本餐馆和普通家庭也在大米价格的冲击下被迫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在日本大阪，一位名叫中村太郎的拉面店老板就在自己店门口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由于米饭价格飙升，我不得不把套餐里的米饭量从200克减少到150克，请大家多多包涵。望着如此谦卑而又无奈的告示，常来光顾的顾客虽能理解，但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为了省钱，日本许多家庭开始寻找大米的替代品。有不少日本家庭主妇在社交媒体上发言，以前天天吃米饭，现在1个礼拜只能煮2到3次，全家人被迫改吃面条跟土豆，节省下来的钱可以去多买一些肉，好像也不错。日本官方也坦率地承认，2025年第一季度日本全国大米消费量同比下降了12%，而面粉的销量递增了15%。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国内大米被盗的案件迅速增多。除了视频开头讲到的为了填饱孩子的肚子去偷米的案件外，在5月1号，日本奈良县又发生了一起新的大米盗窃案。日本奈良县警方逮捕了一位30岁的失业男子，因为他涉嫌闯入一个大米库房，盗窃了132袋糙米。按照日本现在大米的市场价，这100多袋糙米价格高达256万日元，相当于12.8万人民币。这些案件在日本的社会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不少人纷纷对这些大米盗窃犯的处境表示同情。但从深层次来看，一个可以自己种植大米，也可以以便宜价格进口大米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人连米都吃不上呢？可以说，大米价格的快速飙升撕开了日本粮食安全的裂缝。日本大米从一种神圣的文化象征，到如今最大的民生难题，大米承载了太多日本人生活的意义。面对饭碗危机、生存危机，日本政府最要紧的是重新规划粮食战略，而不是一味为了选票而向农协低头。大米应该是一种价格稳定的民生必需品，而不是价格高昂让人望而却步的生活奢侈品，不是吗？中国如此不遗余力地援助巴基斯坦，他们为什么还是那么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援助巴基斯坦，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能源项目，双边合作可谓是硕果累累。然而，尽管中国的帮助不遗余力，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却始终不见起色，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事实上，造成巴基斯坦经济难以改善的背后是3个根深蒂固的穷因。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素来被称为铁哥们儿，这种友谊不仅体现在两国的政治互信上，更落实在具体的经济援助与合作项目中。从道路到能源，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几乎覆盖了所有关键领域。
例如，瓜达尔港的建设就是一个显著的案例。中国不仅帮助建设了港口的基础设施，还协助完善了周边的交通网络，打造了一条贯穿巴基斯坦南北的现代化运输大动脉。这一举措不仅使巴基斯坦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也为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机会。然而，尽管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遗余力，涉及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但巴基斯坦依然未能走出贫困的阴影。这背后主要是由于巴基斯坦的穷因。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挑战，使得这个国家难以真正专注于经济建设，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穷因。印巴关系的紧张是巴基斯坦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自1947年分治以来，已经多次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爆发冲突。每一次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不仅消耗了巴基斯坦大量的军事资源，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印度的威胁，巴基斯坦不得不将大量财政预算投入到国防开支中，军费开支在巴基斯坦的国家预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军事优先的政策，使得原本有限的国家资源无法集中于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困境。同时，阿富汗局势的持续动荡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和经济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而阿富汗多年来的战争和内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巴基斯坦，这不仅增加了巴基斯坦的社会负担，也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此外，跨境的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巴基斯坦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这些都增加了国家的安全负担，进一步挤压了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巴基斯坦还面临着国际反恐战争的复杂局势。作为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内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基础设施多次遭到破坏，经济损失不可估量。尽管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的反恐努力给予了一定的援助，但面对巨大的安全压力和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的经济环境依然动荡不安。反恐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安全困境，使得巴基斯坦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稳定和繁荣。综合来看，巴基斯坦所处的外部环境极为复杂且充满挑战，这些外部威胁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间接阻碍了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巴基斯坦的内部政治斗争犹如一场无休止的戏剧，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轨迹，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回避的穷因。自从1947年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在军政府与民选政府之间反复摇摆，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经济政策的剧烈变化和社会的不安定。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中，军方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多次军事政变让军方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在一些时期直接掌控国家政权。频繁的政权更替使得每一届政府都难以施展宏图，经济政策常常半途而废，改革措施无法持续推进。同时，巴基斯坦的政党政治也极具分裂性和对抗性，主要政党之间的矛盾尖锐，不仅彼此攻讦，还经常通过不正当手段打击对手。这样的政治环境导致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难以形成共识，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各党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中，而非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政策的不连贯和不稳定，使得巴基斯坦的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此外，巴基斯坦的地方政治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利益的不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导致许多重要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宗教因素在巴基斯坦的政治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的政治环境深受宗教影响，宗教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时常演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政府往往采取妥协态度，这导致了一些急需的经济改革难以真正落实。所有这些政治纷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制约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持续的政策支持。然而，巴基斯坦长期以来的内部政治斗争导致了国家发展目标的迷失，使得经济政策无法有效实施。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和不安定，使得巴基斯坦在获得大量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仍然未能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要走出贫困的困境，巴基斯坦必须首先解决其内部的政治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环境。
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外部威胁和内部政治斗争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其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结构性问题，如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水平低下、人口增长过快以及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巴基斯坦难以建立起一个高效且包容的经济体系。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贫困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顽疾。基础设施的不足一直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尽管有外部援助和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支持，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远远落后于需求。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交通网络上，也体现在电力供应、水资源管理等基本服务方面。基础设施的欠缺直接影响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使得生产成本高企，企业难以扩展。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更是导致经济机会匮乏，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缺乏是巴基斯坦贫困问题的另一大根源。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教育领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整体教育水平仍然偏低。许多学校设施简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大量年轻人未能接受到足够的教育。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知识，许多年轻人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难以进入高科技或创新性行业。这种人才匮乏不仅限制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多样化，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其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快速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尤其是在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的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需要更多的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资源，而这些资源的供应往往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这种供需失衡加剧了社会的贫困现象，也使得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的压力倍增。资源分配不均也是巴基斯坦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国家，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极不均衡，一小部分富裕阶层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难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机会和社会福利。这种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贫困人口由于缺乏机会，难以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又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面对这些复杂而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巴基斯坦要想真正摆脱贫困，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只有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教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才能为全体国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推动国家走向更加繁荣的未来。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但正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是找到解决之道的第一步。